男人第一天上学就被校霸推下高楼，不料这一跳竟然让他回到了2年前。本以为这是临死前的一场梦，随后拿起桌上的猪笔扎在了大腿上，切身的疼痛让他明白自己真的回到了过去。这时班内混子嗷了一嗓子，然后开始不断的欺负同学，而我上一世就是因为插足了这次霸凌被他们盯上，我心中有些纠结，是趋吉避凶还是应该疯狂报复？随后我做出决定，走到了混子的身后。黄毛一看竟然有隐藏彩蛋，顿时就对我来起了兴趣。我直视他的眼睛，劝他住手，不要再继续伤害同学。可黄毛嚣张惯了，一脸笑着反问我是不是在找死。我直接一拳狠狠地击中黄毛的面门。朴明哲我打得一脸错愕，根本不知道哪里得罪了我，但是我不一样，这个局面我已经期盼好久了。上一世我就不听朋友劝阻，上前阻止朴明哲的校霸行为，然而自那以后我的半只脚就已经踏入了地狱，更是每天没日没夜的帮他们代打游戏。可是现在我却能将朴明哲轻松打伤，这一幕把同学们震惊的目瞪口呆。随后我大手一把薅住了朴明哲的头发，轰的一声将他的脑袋重重的扣在了桌子上，接着连续在他头上打了10几拳才罢休。但是朴明哲在我停手后又骂了我几句，我转身跑回来，在他的脸上重重的踹上了一脚。这时一个板凳朝我飞砸了过来，我扭头一看，是朴明哲那一伙的成员。我歪头示意，如果你们想打，那就一起上吧。小团体的成员首脑郑敏浩心思缜密，这个家伙知道打了朴明哲会惹怒我们，看样子不是疯子就是有靠山。随后派出小队中最能打的江昌熙上前试试我的底子。面对江昌熙的狂野身体，我也不惧怕，因为我已经有了对付他的办法。我们刚准备正面交锋的时候，有同学进门说到老师来了，几人无奈只能先行离开，让我老老实实等着他们报复。在上课的时候，朴明哲趴在桌上回想刚才的事，此时他的脸已经被我打得有些肿胀，他的记忆只停留在我打他的第一拳上，在被我打中之后他就什么也不记得了，只感觉到脸上不断的遭受攻击。随后瞪了一眼我的方向，准备叫上几个兄弟把我围殴一顿。我的相貌让他感觉我应该是正义爆棚，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性格。另一边，郑敏浩和伙伴在讨论我，金贤胜那个家伙今天让我们丢了那么大的脸，必须要找回场子。郑敏浩心中已经做好打算，准备在人少的时候要把我干掉。随后张狂一笑，他要让所有用傲慢的眼神看他们的人都付出代价。一旁的江昌熙也在一旁附和，想要把我给碎尸万段。这时下课铃声响起，老师转身离开了教室。朴明哲豁然起身大骂道：金贤胜，你这个王八蛋死定了！可是他话刚说完就愣住了，因为我速度比他还要快，抢先一步踢在他的脸上，随后一把含住他的头发。我们之间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解决？此时的朴明哲已经彻底傻了，他不仅没有逃跑，反而在第一时间又过来揍了我一顿。郑敏浩这边也在下课后带人来到了我的班级，当看到很多人围在班级前看热闹的时候，他顿时一脸的黑线，仿佛已经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立马冲到班级的门口查看里面的情况。当我看到他们来的时候，我还饶有兴致的和他们打了招呼，真是不好意思呀，你这个小弟似乎很招人嫌，我帮你们教训他一下。江昌熙怒吼一声，直接朝我扑了过来，我快速拿起门上的铁锁，咚的一声直接砸在了他的脑壳上，一手抓住江昌熙的头发，另一只手狠狠地往他后脑砸下去，他被我像摔死狗一样甩在地上。这一幕把郑敏浩几人看得额头直冒冷汗，即便是他们也没见过这么残忍的打法。随后我一把扔掉了手中的铁锁，软腰躬身快速地冲到了一旁的赵荣泰身上，我必须要在他们做出反应前打断他们的思路，几拳下去先把这个赵荣泰给解决掉。我根本不会在乎郑敏浩在我后面会不会偷袭，只要我解决了赵荣泰，我就可以拉开与他们之间的人数差距。连续干掉3个人之后，我的体力明显就是跟不上消耗。随后我扭头看向郑敏浩，我必须把气势给拿捏住了才行。郑敏浩的眼神中透露着恐惧，怎么也没想到我会这么不要命的打法。在郑敏浩的心中，我已经不比地狱中的恶魔差半分，是个随时都能要了他命的人。我走到他的面前，郑敏浩，我们之间还有账没算完了吧？郑敏浩已经被我吓得不知所措，双手在不停的颤抖着。正当我要一拳解决他时，老师的声音突然出现，这让我露出一笑。其实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打了，老师的出现正好救了我。随后我就被老师带到了办公室，因为老师惹不起郑敏浩他们，所以准备把所有责任怪到我的头上。随后他就用恶心的嘴脸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我。然而我率先开口，老师你不要大惊小怪的，又不是第一次处理暴力事件，这次还像往常一样解决就行了。我的眼神就这样直勾勾的盯着老师，不要让我在这件事情上受到影响。老师啪的一下打了过来，嘴中大骂你算哪根葱，我做事情还需要你教吗？这一幕被其他老师正看在眼里，但是却没我一个人敢上前帮忙的。我直接与老师擦肩而过，小声开口道，如果你再对我动手，我就把你从学生父母那里受贿赂的事情爆出来，并且我还知道你与外语老师之间的一些苟且之事。这下老师心中彻底慌了，心中疑惑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事情。老师心中有点发虚，你小子在胡说八道什么呢？但是我却一脸黑线，我只给老师你一次机会，以后在和我说话之前还是好好想想再说吧。随后我更是直接坐在老师的椅子上威胁他，如果老师你不想让我把你的事情捅出去，就得乖乖听我的。老师立刻低下头表示想让他怎么做才能放过他。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我只希望老师不要掺和学生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一点，那就是不管我捅了多大的篓子，老师都必须帮我兜底。在我的胁迫下，他只能无条件地服从我的命令。随后我就离开了这里。老师只不过是我手中的一张牌而已，但是这远远不够，我必须要尽快准备好下一张牌。可是我现在还有一件事比这些都重要。另一边，郑敏浩心中的怒火全部发泄到了椅子上。今天郑敏浩因为我在学校的地位岌岌可危，不过一会他又松了一口
口气，他笃定我今天会被学校开除。他还在想着今天我能打败那3个人肯定是运气，如果再来一次，一定可以把我轻轻撂倒。突然大门哗啦一声被打开，我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郑敏浩，咱们之间应该还有事情没有了结吧？在这一瞬间，郑敏浩被我吓得亡魂大冒，脸上的汗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砰的一声，我一拳打在了郑敏浩的脸颊上，巨大的后坐力让他的身体向后倒下去。他的脑中有点懵，不明白我为什么敢动手打他。也不等他说话，我的身影咯噔地走了过来。此时的郑敏浩都快被我给吓哭了，眼中满是对我的恐惧。嗖的一声，我的身体快速地在地面移动，他的一脚踢在了他的脖颈处。郑敏浩被我这一脚踢得口吐鲜血，但是这根本没完，我的拳头重重地打在他的脸上，脸上的笑意在进门的那一刻就没有停过，因为我等这一刻真的等了很久了。老师正好在窗户口看到了里面的动静，郑敏浩一看到老师，心中大喜过望，拿了他老妈的钱肯定会救自己的。可是老师突然侧身扭头，这可把郑敏浩给看傻眼了。我嘿嘿一笑，在这所学校里就别再想着会有人来救你了。另一边老师躲在办公室吓得瑟瑟发抖，因为这次我的捅的篓子完全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已经有3个学生被送到了医院。老师知道学校的尿性，肯定是不希望把事情闹大，所以学校会出面严惩我。但最让老师害怕的是郑敏浩的父母，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跟儿子有关的事情。学校的大部分设施都是这对夫妻出资修缮，一想到自己两边都得罪不起，他就无比害怕。老师不打算放弃，一直在苦想办法。突然他想到我还没有对郑敏浩动手，立马看到了希望，猛然起身，只要拦住我不对郑敏浩动手，那么他郑敏浩的父母就不会干涉这件事情。可是当他来到郑敏浩的班级门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一刻他只感觉天都要塌了，事情已经彻底被闹大了。只见我一拳一拳地打在郑敏浩的脸上，郑敏浩的脸已经被我打成了猪头，可是他的眼睛还在看着老师的方向。老师直接扭头回避视线，哎西，管他什么郑敏浩的父母呢？如果自己和英语老师的关系被爆出来，他的一生都会完蛋。在教室内，我正准备再给郑敏浩一巴掌时，我突然面目狰狞，他们这点水平我竟然被欺负2年。被欺负过后，他们还常常和我讲，我之所以被欺负，那都是因为我太弱才导致的。可是眼前的郑敏浩只是被我打了几拳就被吓得抖个不停，啪嗒一声，我直接松开郑敏浩的头发，我眼神冷峻地离开了这里。身后的同学被我的气场都给震慑住了，我回答的座位上直接长舒一口气坐下，眼神向身后的郑敏浩一扫，嘴中嘟囔到废物一个。其实我很清楚，只要我不懂郑敏浩就一点事都没有，但是老天让我重回2年前，绝对不是让我避开霸凌安安稳稳生活的，这一切都还只是个开始，看看这次学校会怎么严惩我吧。另一边，校长紧急召开了会议，天日学校校长吴大焕对我狠狠批评，其他老师没有异议，全部纷纷掉头。然后外语老师李敏英也是一样，觉得校长说的对，支持开除点金贤胜。一旁的老师吓了一跳，示意外语老师不要插嘴其中的事情。外语老师一脸疑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说错了，这可把老师给急坏了。如果不想他们的关系被抖出来，就要拼死保下金贤胜。随后瞥了一眼我的方向，但是我没有接他的眼神，示意他自己看着办。随后老师开始替我说话，金贤胜同学虽然有错误，但是事件的起因在于郑敏浩那一伙人。校长扭过头说道，这是什么意思？他的言外之意是你为什么要去保下这个金贤胜？老师顶着压力继续说道，郑敏浩一伙才是根本原因，长期霸凌欺负同学的行为让金贤胜看不下去，最终导致的这场风波。如果要开除金贤胜，那就是违背了教师本分的事情。校长听了之后眼神不善，那也不可能不对他进行处罚吧。老师还想继续再争取一下，却直接被校长的呵斥给打断了。郑敏浩的父母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所以他只能把金贤胜给交出去平息怒火。想要把天日学校打造成名牌大学，就必须要维系与有权有势的人的关系。随后决定1周之后将展开审议委员会，还有一点，那就是在审议会前将对我停学处理。我嘿嘿一笑，早就料到了会是这样的结果，然后我直接站起身，表示自己会无条件的接受学院的审判。等我离开会议室后，老师立刻从后面追了上来，一直在为自己辩解，他真的全力保我了。可是我动了郑敏浩，这件事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之外。我心中冷笑，我知道老师兜不住这件事，所以我也没对他抱有希望。随后我站住脚步，我已经知道你能做到的一切。可是老师，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朴明哲一伙人欺负同学，可你从来都是冷眼旁观。我的话把老师吓了一跳，脸上开始不停冒汗。我让他后面的事情不用管了，但是必须要保我到毕业为止，如若不然，我让江老师的人生彻底毁灭，并且也会把李敏英老师的未来彻底撕碎。说完这些话后，我就离开了，刘老师一个人在那里。可是我的心中很想立刻让他身败名裂，但是我必须忍住，他不是我的最终目标，我不能因为他这个小角色就浪费了自己的大底牌。我回到教室，拿起书包准备回家。等1个礼拜后，我会让事情走向校长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我回到家后叫了声奶奶，却发现没有声音传来。这时我才想起来，这段时间奶奶每天都会出去打工。随后我回到房间准备书写我的复仇计划，啪的一下一把按住了笔记本。我必须要在2年内掌握周边地区打好基础，所以我必须满足以下3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武力，面对强大能打的人，我自身的实力必须要跟得上。如果我能把那个人拉到自己阵型，那么我以后打架就能占据相当大的优势。第二，那就是势力，我必须要组建一个和我拥有相同目的的势力。我一个人在房间里苦思冥想，说到底我现在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学生，拿不出什么让人信服的东西。我需要制定一个主导计划，然后笼络需要的人脉。第3点，那就是背景，我必须要拥有将所有问题大事化小的背景，这样我才能将计划
付诸于现实。另一边，一个男人在局里破口大骂，他因打架斗殴被带到这里录口供，叔叔们对他也是很头疼，因为这个人不是他们带动得起的，在岱山这里他就是皇子般的人物。发完怒火之后，男人又坐下来。其实今天的斗殴事件错的不在于他自己也很纳闷，从便利店里出来之后就被几个混混围上来找麻烦，还被人先动手揍了一顿。可是叔叔可不会听他一面之词，只知道现在的几个混混已经被送往了重症监护室。这也是高昌范现在最头疼的事情，因为他老爸的公司马上就要派出接班人，而他作为长子却只是个高中学历，但是他的弟弟是毕业于海外的名牌大学，两人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如果现在被媒体爆出他恶意斗殴，那么就完全没有争取继承人的资格了。所以他立刻站起身表示，不是自己先动的手，自己完全是正当防卫。但是叔叔眼神一冷，你有证据证明你所说的话吗？这话直接把高昌范呛得扭过头去，甚至在这瞬间放弃了接班人的竞争。突然眼神向后一扫，看到了我的坐在那里，这让他心中产生疑惑，为什么一个学生这么晚会在这里？我手指一抬，对着所里的叔叔说道，我是过来替他作证的。随后我就拿出了平板监控给叔叔看，监控画面显示，高昌范想要从他们身前走过去，却被几人围在一起殴打，并且三人还抄起了店门口的板凳作为凶器。叔叔一摸脑袋，看样子是自己误会高昌范了，并且询问我是怎么找到这段视频的。我毫不避讳地说，是在停在店门口的行车记录仪上找到的，因为我看这个哥哥好像遇到了麻烦，为了正义不迟到，我特意去找司机要来了这段视频。如果说这个哥哥有错的话，那就是自身拥有一拳打倒别人的力量。高昌范一听开心不已，你小子不仅长得帅，没想到嘴巴也这么会说话。只要有了这段视频还有证人，那么他就还能在后面的公司继承人继续待下去。随后叔叔也是对高昌范真诚的道歉，宣布这次事件调查到此为止。可是高昌范哪有那么好打发的？他自己牢牢地记住了叔叔的脸，并且发誓一定会让叔叔后半生的生活更加的丰富精彩。来到群里的外面，高昌范就像是对待兄弟一样搂着我，并且还掏出了60万韩元给我作为谢礼。我理所当然地揣入了裤兜里，期间我也没说客气的话。高昌范一看，如果是个普通学生，见到这么多的钱肯定会有点惊慌，并且这家伙还帮他找到了车辆监控视频，应该不是个简单的人物。随后我脸神一变，大哥哥，我知道你是谁，明镜建设的长子高昌范正在与弟弟高昌实争夺公司接班人位置，这让高昌范的脸角不由得一抽，这个小子果然有点东西。高昌范的拳头紧握，冷声询问我到底是谁，接近他又是有什么目的？我看他在瞪我，我也眼睛一瞪，我觉得今天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偶然。随后邪魅一笑，你说我说的对不对？高昌范哥哥，我在前世新闻上听过高昌范的名气，也是因为他我记住了明镜建设的一些事情。如果你相信我的话，那就请你给我1个小时的时间，我敢肯定不会对你有任何的损失。高昌范的脸上明显就是不相信，并且有些怒意。随后我加重语气，并且伸出手指顶了他一下，我指的是对你高昌范整个人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随后我们两人来到了附近的咖啡店，我给他看了车辆监控的原视频，我认为仅靠后半段就可以证明他无罪，所以前半段视频并没有给叔叔。所以现在高昌范看到了前半段视频，应该不会怀疑我说的话了。在事发前的30分钟，这3名混混就已经在店门口等候，知道高昌范出来以后，他们二话不说就上去找麻烦，明显就是故意找茬一样。啪的一声，我将咖啡杯重重地扣在了桌子上，直接坦荡明了地对他说道，这一切都是你那个亲爱的弟弟在背后搞鬼。我的话一出，周围的空气氛围瞬间一变。高昌范并不相信自己的弟弟会做出这么恶心人的一幕，所以他直视我的眼睛，询问我到底想要和他说些什么。我的眼芒一寒，开口说道，我想要把你推上董事长的位置。其实我的内心也在紧张，因为这个高昌范对权力心不是很重，可有可无，所以我只能破坏他们兄弟间的关系来点燃他的好胜之心。高昌范在家中心思单纯，从来不做小人之事，但是他的弟弟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为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的父亲更是久经沙场，根本不会在意两兄弟之间的斗争。所以在前世，高昌范在得知自己被弟弟暗算后，愤怒地打了他一拳，那一拳的威力直接把高昌实打得上身不遂，而他也被父亲逐出家门。最后明镜建设推选了家族之外的人上来接管公司。高昌范听到这话后突然笑了，嘲笑我一个学生凭什么本事把他推上董事长。而我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他惊呆了3秒钟。难道你就不奇怪吗？这种低级的阴谋连我一个学生都能看破，但是你身边的人却只会说一些甜言蜜语，这不就很明显了吗？因为你的那些人全部都是你弟弟的手下，所以我恳求高昌范能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之间建立一个信任的机会。高昌范眼光严肃了几分，心中想着绝对不能小看了面前的小子。而后他就到了门口来跟华子，我还在里面等他回复。这时一个服务员走了出来，警告他这里是不可以抽烟的。然后高昌范就非常有耐心的和他说，我看你的店是不想在这里开了吧。这把服务员吓了一跳，他可不想上个班把小命丢在这里。我自然也是看到了这一幕。高昌范生来就是明镜建设的长子，在整个岱山都是权力滔天的存在。不过正是这一点，他是最适合我计划的人物。其实在他心中已经对弟弟失望了，从小到大他是最疼弟弟的人。但是今天这个小子说的没错，如果被弟弟上位了，那我以后的下场可能还不如过街老鼠。这时他回想起父亲说的话，你自己能力不足，那就找一些有能力的人当你的手下，不要在意对方的年龄、性别和条件，只要这个人能具备你所需要的能力就行。想到这里，他暗骂一声，这次就听父亲的话赌上一把。随后他又回到座位上，让我说说接下来的计划。高昌范一敲桌子，我需要把你的话全部听完再做出判断。另一边，高昌实在接到一个电话后，
气得直接把手机摔到了地上。那几个小混混果然不靠谱，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随后高昌实又冷静了下来，现在的他还是占据着优势。突然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起来，电话传来的声音更是让他不寒而栗。他的老婆闯进了韩星公寓咖啡厅这边，我一直说着高昌范的弱势，把他贬低的一无是处，这让高昌范听了之后非常的恼火，因为他找不出一点理由来反驳我。可是我的话锋突然的一变，这让高昌范无比的紧张，生怕自己听漏了一个字。如果在各个方面都很优异的高昌实跌落到了与你现在的位置，你猜你们之间会发生什么？在韩星公寓里，高昌实的老婆正在戏谑地看着他，而他的手薅着一个短头发的女人，女人脸上明显就有被揍过的痕迹。而此时的高昌实满脸冒汗，慌得不得了。这个女人虽然是他的老婆，但是也不是他能得罪得起的。此刻我紧紧盯着高昌范，现在我就和你说说我的计划吧。我伸出3根手指，要想在接下来的竞争中赢得胜利，必须具备以下3个条件。第一个自然就是背景，不过在这方面高昌范不如他的弟弟。高昌实通过婚姻与岱山的名门勾连在一起，但是高昌范却没有任何的势力做支撑。我喝了一口茶，慢慢说道：第2个条件就是评价，而他在岱山的评价就是一个流氓。第3个条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能力。在高昌范去酒吧玩乐的时候，高昌实已经在公司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听到这里，高昌范扭过头去，这3个条件他一个也不具备。我手指一抬，现在我们就推翻这3个条件，就从背景来开始。高昌范眼神冷峻，在认真的听我讲述。我手掌一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挑拨高昌实和他妻子之间的关系。只要他背景的核心不再支持他，那么他的背景等同于虚设。傍晚，两兄弟被父亲传唤到了办公室。会长高明进今天不是一般的愤怒，大儿子遭到拘留，小儿子闹了出轨被抓。高昌实自知有愧，一到办公室就鞠躬道歉。高明进直接开骂：你爸我顶着张老脸向你老岳父求情，才帮你保下这段婚姻，求他给你一次机会不离婚。但即便如此，高昌实的老婆还是选择了和他分居。高明进非常恼火，他说过很多次，男人如果管不住自己，那么家庭就会毁于一旦。随后一指高昌范：你小子今天怎么又去了所里做客了？还不等高昌范回答，他一转身子说道：两兄弟真是没一个省心的。然后才耐住性子询问高昌范今天怎么回事。不过心中估计他又会像以前一样大声反驳自己没有错。可是高昌范却一改常态，这变化明显让高明进一愣。嚣张跋扈的他今天一脸羞耻，没有像以前一样大呼小叫，反而主动承认错误，随后低头向父亲道歉。作为明镜建设的长子，他不应该惹出事端，给公司造成不必要的影响。高昌范还承担起了哥哥的责任。昌实今天的所为我会批评他的，请父亲息怒。高昌范也是在赌，他已经把筛子投到了我的身上，所有一切的行为都是听我安排。一抬头发现父亲欣慰的笑了笑，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是对方先动的手，你完全没有错。高明进一把按住了他的肩膀，你以后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要避免和对方起冲突。昌范，你今天做得非常好，我真心的为你感到自豪。3分钟后，两人都从办公室里出来，高昌实的坏心思全部写在了脸上，他的心中暗暗发誓，如果自己知道是谁把公寓位置告诉了老婆，一定会撕碎了他。与高昌实的愤怒不同，高明范明显就是还在恍惚，他的嘴中一直碎碎念着父亲说的话：我真为你感到自豪，你做得真好，我为你感觉到自豪，做得不错，我为你感到自豪。一想到平时父亲看都不看我一眼，今天竟然开始夸赞我了。高明进只是随口说出的2句话，却让高昌范无比的兴奋，他暗暗握紧拳头，看来自己还是有希望的。他发誓以后一定要让父亲多夸夸自己。晚上他就开车来我这里，表示以后都会听我的安排。我对他说不要太得意，3个条件你只做到了其中之一。我仔细思考了一下，剩下的2个条件我虽然有办法，但是难度也是非常的大。我让高昌范先从公司底层做起，这明显让他一愣，可随即又兴奋起来，无条件的听从了我的话。然后我对他说道：我帮了你，你是不是也该帮我了？在我满足你的诉求时，你也应该满足我才对吧？高昌范没觉得有什么，让我有什么条件就直接开口。我邪魅一笑，高昌范不愧是直肠子，当即开口说了我的要求。第2天的学校内，老师被一个女人扇了巴掌，这个女人就是郑敏浩的妈妈金顺子。老师被她打得不知所措，声称自己会答应帮助郑敏浩。女人得到满意的结果后就离开了，她之前可是给了老师不少的好处的。没一会老师就找到了我，可我说这个时候我应该老老实实接受现实，才能把处罚降到最低。我坐在椅子上淡然开口，我知道是郑敏浩的妈妈给你施压，但是我还是劝她最好明确的站队。如果你惹了我，我保证会将你的丑陋事情给暴露出来。你要是想活命，就要好好动动你的小脑袋。我把话说完就离开了，留下老师一个人在那里反思。另一边，金顺子也给校长打过招呼，让校长严惩金贤胜。老师看到这一幕更加崩溃，金贤胜肯定没救了，他要是完蛋了，铁定会拉我一起下水。老师已经想好退路，自己手机仅剩的一些余额能做点什么。突然他猛地一瞪眼，看到了不可置信的事情。2分半钟后，我和我的监护人坐来这里接受审判。校长缓缓开口，此次事件的前因后果由施暴学生的班主任金英哲老师陈述一遍。金顺子恶狠狠地盯着老师，要是他说错一个字，就会让他好看。老师猛然的起身，此次事件的本质很明确了，是郑敏浩在内的一群校霸先欺负同学，这次是施暴者和受害者发生对调的残忍至极的暴力事件。就在几分钟前，老师看到了高昌范，随后翻了翻手机，他之前在娱乐会所里见过这张脸，没想到这次明镜建设的长子居然来当金贤胜的监护人，这可把老师吓了一
一跳，高昌范可是个大人物，郑敏浩的父母给他提鞋都不配。现在的老师已经满脸冒汗，没空多想为什么高昌实会成为监护人，自己必须要抓住机会立马转队。这特盖的要是站错队可不是闹着玩的，自己可能当天晚上再也见不到天上的月亮了。老师的话说完，全场一片的死寂，校长也蒙圈了，搞不懂这个老师在干嘛。由于我的监护人是高昌实，这也让老师的底气硬了几分，竟然敢和校长对峙。随后老师看向郑敏浩，开始诉说着郑敏浩的恶行。我会心一笑，看来老师这家伙还是懂审时度势的。老师开始疯狂地演绎着我是如何像个英雄一样就被欺负的同学的。郑敏浩怒目圆瞪，恨不得把老师当场给活吞了，但是老师才懒得鸟他。现在他的底牌就是高昌范，因为现场只有自己见过他，其他人都不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肯定到站队的，不然自己肯定活不过今晚。老师说完后鞠躬示意，校长小声说道：“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要保金贤胜？”见到老师没搭理他，自己顶着压力开始推翻老师刚才说的话。可是门外的学生已经窃窃私语，他们是知道郑敏浩的所作所为。见到校长都替自己说话的郑敏浩，心中不由得一笑，只要自己拿捏住了校长，那么金贤胜就死定了。校长一锤定音，这次事件全是金贤胜的错，并要将他开除学籍。郑敏浩此时已经按耐不住笑意，想着等金贤胜被开除后就找人去报复他。所有人串通一气，就是为了让金贤胜无可奈何。砰的一声，一个拳头狠狠地砸在了桌子上。作为金贤胜监护人的高昌范终于忍不住了，一群废渣真的是妄为人师，都装作不知道还是真的不知道。抬手一指郑敏浩，你们母子就是披着狼皮的恶魔，不配活在这个世上。校长吴大焕连忙开口，你算什么东西，竟然敢在这里大放厥词？可惜自己竟然被一个小老头给骂了。高昌范当然很不爽，你们要问我是谁，那我就大声的告诉你们，老子就是明镜建设长公子高昌范。就在审判前一天晚上，我让高昌范来做我的监护人，因为我要完成自己的复仇计划，所以高昌范的背景必不可少。我实话和他说，我打算在学校以后的日子里闹出不小的风波，这不是常规的打架斗殴，而是比这个更加严重的事情。高昌范也不是笨蛋，直接接话，所以你就想让我帮你解决后续的麻烦对吧？我直言不讳，只要高大哥帮我解决后面的麻烦，我肯定能让他得到想要的结果。明镜建设的董事长只是一个见面礼而已。高昌范一听顿时激动起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还有一点，他是把身份地位利用得十分熟练的人，所以不管什么事情他都能解决。时间线回到审判会议，他大骂这母子两个是披着狼皮的人。高昌范已经了解过郑敏浩，在学校一带是个恶名昭彰的混蛋，你小子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是无所不能。随后高昌范手掌虚握，这件事情的本质很简单，如果在座的各位在学生时代这样的混蛋给欺负了，我相信你们也会还手的。郑敏浩的妈妈直接起身，我不认识你什么明镜集团的身份，但是你要是在这里血口喷人，我就让我老公教训。高昌范心里冷笑，女人头发长就果然见识短。一旁的几位老师心中一颤，他们可是知道高昌范的来头的。高昌范没再搭理女人，而是说自己火急火燎地推掉所有工作来帮助弟弟接受审判。随后高昌范手掌把指认我的罪名书给揉成了一团，老子本来还想捐钱大力改善一下校园设施，看来是已经没有必要了。随后站起身子为我打抱不平，我弟弟他只是不想被霸凌，出手保护自己而已，你们竟然想要开除他，难道非要让我弟弟被人打残才能允许他反抗吗？并且直面校长，如果你们是收了郑敏浩家里的钱办事的话，那么我也会动用明镜建设的力量来彻底的击垮你们。此话一出，在门外的学生议论纷纷，校长一脸不可置信，为什么金贤胜会有明镜集团的人做支撑？吴大焕心中想着，如果这次因为郑敏浩得罪了明镜建设，那么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和他搭上关系了，说不定自己的校长位置也做到头了。可如果甩开郑敏浩的话，那么自己的学校迟早成为名牌大学。考虑到这一点之后，吴大焕瞬间就想明白了，随后一改嘴脸，之前确实听说有一个小团体，好像就是郑敏浩的团体。郑敏浩妈妈此时有点慌张了。随后校长让我陈述一下当时的情况，我直接咬死郑敏浩一伙使用暴力的事实，并且也多次向老师举报过，可是老师们却一次也没有出面过。我不理解的是，郑敏浩一伙殴打同学那么多次都没事，而我只是出手一次就要面临学校的审判委员会。我看着他们郑重开口，你们是觉得我没有势力好欺负是吗？如果不想让我把这次事件公开出去，那就请学校对他们做出实质性的处罚。郑敏浩一听顿时惊住了，如果他被开除学籍的话，这辈子就完蛋了。他的妈妈一听立马着急了，绝对不可以开除掉我的儿子。随后骂骂咧咧的走到了墙角，准备给老公打电话。全场一片死寂，都在等郑敏浩的妈妈打完电话。电话一接通，他就开始破口大骂，老公你听我说，学校想要开除儿子。随后动作更加夸张，他们所有人串通一气把责任怪到了敏浩的头上，就连校长和老师也不例外。然后一指高昌范，施暴者的监护人是什么明镜建设的长子，老公你听过这个名字吗？然后扭头看向我们的方向，说要让我们见识见识她老公的厉害。可是她老公这个时候也傻了，不断询问明镜建设的长公子是不是叫高昌范。听到老公的回答后，这个女人还没意识到高昌范的身份地位，下一刻从来不动粗口的老公破口大骂，你这个败家女人快回家，你让敏浩立刻承担所有处罚，如果你不想让我们一家都陪葬的话，就赶紧离开学校。电话直接挂断，金顺子的脸上也开始冒汗了，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看。此时金顺子就像一个小丑一样。最终郑敏浩被开除，而我被学校处罚100个小时的志愿活动。我们一离开会议室，郑敏浩一拳头
朝我挥了过来，但是却被他老妈的大手给拦了下来。此时的金顺子脸上没有一点得意之处，我坏笑着看着金顺子一脸戏谑，开口说道：“跪下来求我，说不定我会放过你。”郑敏浩更加的气愤了，我都已经被开除了，凭什么要向你下跪？我没搭理他，让他问问他老妈，你看是该跪呢还是不该跪呢？金顺子直接转身不忍再看，开口让郑敏浩跪下来求我。郑敏浩不干，想着自己的老妈怎么会帮自己的仇家，老妈直接开口：“如果你不下跪，那么就是在拉我们一家陪葬。”这话把郑敏浩一愣，虽然心中恼火，但是也不得不听老妈的话。郑敏浩直接跪下，就像一只可怜虫一样。现在的场景就像奶奶当初给金顺子跪下来的样子一样。我蹲下身子说道：“别以为你跪下我就会放过你，接下来的人生中剩下的就只会有不幸。”郑敏浩快要被我吓哭了，他是真的知道了我的厉害了。回到家中，我心中想着郑敏浩的事情全是解决了，但是上一世把我害死的主谋并不是他们。这时手机来了短信，是朴明哲发来信息，想要和我见一面。10分钟后我们来到见面地点，朴明哲和我一见到我就开始和我套近乎，我让他直接说正事，不要耽误我的时间。朴明哲的语气像条狗一样，说话时支支吾吾，随即向我道歉，后悔之前对我的所作所为。我冷冷地看向他，现在才知道怕了是不是有点晚了。朴明哲真的怕了，我从他的眼神中就已经看了出来，他求我放过他，只要我向学校开口，那么学校肯定不会再追究了。最后无奈地抱住我的肩膀，让他做什么都愿意，只要让我放过他就行。我没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这让他的心里有些发毛。随后他开口说道：“其实是有一个势力命令我们欺负你。”还不等他把话说完，我就打断了他。我知道是哪个势力要欺负我，你所说的背后势力就是黄金圈吧？黄金圈，他们是扎根于江南地区顶尖学校的团体。黄金圈的幕后之人看到了在学校的一个稳定的声音，后来他们开始联合诸多学校的校霸一起组建一个势力，将没有势力的好学生给霸凌，让后面的差生得到名次。这也使得很多的权贵上门找上他们买排名，或者是请他们帮助自己的孩子不受到欺负。在前世，黄金圈的消息爆出频频，但是很快又被压了下去。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黄金圈的势力给彻底拔除。黄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没想到我竟然比他还了解黄金圈。可是我不理解的是，黄金圈是通过什么手段找到他们的？黄毛也没骗我，说是高3的申英明找到他们，然后给他们下达任务。我一听竟然是申英明，他可是掌控着这个学校的校霸呢，他很有可能与黄金圈有挂钩。我越想越激动，说不定我可以利用这个申英明顺藤摸瓜找到黄金圈的主谋。但是申英明这个家伙非常的能打，还在以往的比赛中拿到了奖项，如果我贸然出手肯定会吃大亏。我长呼一口气，还是再等等吧，以后有机会教训申英明。随后我一把抓住了朴明哲，他被我这一抓吓得不轻，我的面孔已经开始扭曲。我对朴明哲的恨意完全不低于郑敏浩，想让我原谅他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会让他看清楚，以后每次见到我会发生什么事情。砰的一声，我直接打在了他的脑袋上。他在我的面前完全没有还手的之力，或者说他根本不敢还手。今天我晚上我就让这个朴明哲这辈子都记住这次的创伤。第二天，学校里开始议论我昨天的行为。喂，你听说了吗？郑敏浩昨天像条狗一样跪在金贤胜的面前求放过。哗啦一声，我正好走进了班级，所有人都朝着我看过来。我没有理会同学们的言语，径直的走到了座位上。这时被朴明哲欺负的同学到我身后说了声谢谢，多亏了我他才能活下来，我让他给我滚远点。学校对我审判的时候怎么没见到你替我作证？听到我的话，胖子顿时一惊，没想到我竟然这么不好说话。其他人也被我的表情给吓了一跳。另一边，一个白毛把手下叫到了天台上，这个白毛就是昨天朴明哲说的申英明。当听到我的背景是明镜集团的，他也感觉到这件事有些棘手，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用背景来打压我了。可就算这样，申英明依旧没打算要放过我，反而更加的让他兴奋了，因为这就意味着自己可以朝黄金圈要更多的酬金。然后申英明坏坏的一笑，让小弟叫高一的老大来天台见他。我对他们在天台谈话的内容一概不知，我一心只想着怎么让黄金圈的势力浮出水面。我现在唯一知道的就是保持住我年级第1的成绩，这让黄金圈为了完成委托就不得不出手了。我现在已经有怀疑的对象，而且那个人就在自己的班级中。傍晚我来到一家体育馆的门口，我清楚的记得在上一世，我国第一个 UFL 世界冠军就住在这里。这时一个男人刚好走了出来，我心中一喜，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我找到了。另一边，申英明让小弟把1年级的老大给带了过来。当看到朴振宇的体型后，他哈哈一笑，可朴振宇却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因为申英明不是他能惹得起的。申英明直接说明来意，你们年级有个叫金贤胜的傲慢狂，我想让你出手打得他不能自理。在体育馆内，这个男人非常热心的招待着我，一脸慈和的说，我们体育馆有很多课程，不管是哪一个都100%帮你们满意。我在他背后仔细大量了一下他，虽然长了胡子，但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郑斗哲一屁股坐下，询问我为什么要来这里的体育馆。我直言不讳直接说我想学打架，让自己能够把所有的校霸踩在脚底下。郑斗哲眼眸一抬，突然感觉自己的喉咙被堵住了，随后笑眯眯地说，体育馆并不是打磨打架技能的地方，如果只是为了揍人才来这里的，那我没办法教你。郑斗哲的意思是不会教我打架，但是会教我一些锻炼身体的训练，这样我在受到欺负的时候也能抗打一些。我顿时语塞，我就是为了不被揍才来这里的，你却让我学抗打击，曾经的 UFL 的冠军人物，现在却在这里来一家体育馆，原因就是违禁药品在第3次卫冕赛之后进行的药检，郑斗哲的血液中被检测出来了，因此他的体育生涯就此退下舞台。但是我对此毫不关心，我只关心
心他的格斗能力。上一世第2个打入 UFL 的冠军就是郑斗哲的徒弟。他在夺冠之后说道，他是一个很笨的人，但是自己能站在这里完全就是因为郑斗哲的帮助。郑斗哲老师有他独有的教学方法。我大声开口，你在当运动员的时候不也为了打败对方用尽了一切手段吗？所以我也想用我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一些事情，不是很正常吗？郑斗哲无言。使用违禁药品的那件事是他愚蠢而犯下的错。随后他猛然起身说道，但正因如此，他才不希望我在未来的日子里会后悔。郑斗哲直接转身送客，教我打架的这件事他真的帮不了我。他不想我以后因为揍了几个校霸导致我未来蹲帖子。在他快要离开的时候，我开口说到1亿元，我给你1个亿，你教我格斗。我面色冷峻，猜到他应该很需要钱，如果我能对症下药，就不怕他不教我。郑斗哲不可置信的转身，他不质疑我开的金价，只是有点吃惊，为什么我有这么多钱？当初郑斗哲之所以吃药是有原因的，而这个结果却让他后悔一辈子。我直接打击他的痛处，你当初预想到了最终结果，可是你还是选择了吃药。我现在的心态也和他当初一样，已经到了迫不得已了的时候。郑斗哲的眼神看着我，脸颊上已经开始冒汗了。我郑重开口，只要你答应教我，我就在1天内转给你1个亿。期间我如果放弃学习了，你也不会损失什么。现在的郑斗哲明白，他是不可能再劝我不要使用以暴制暴。我的眼睛死死盯住他，在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时候，我会一直看着他。郑斗哲愣了一下，终于开口了，决定答应教我一些格斗技术，然后又扭过头去。他是不允许学生无法对自己人生负责的，也就是说教你可以，但是想做我的学生没门。不过这点我也无所谓，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强大就行了。突然郑斗哲的气势一变，让我跟他一起去打擂台。如果我能坚持到最后，他就下定决心教我。到了晚上，我回到了老小区，宝贝奶奶一看我的脸肿成了猪头，嗖的一下就站起来了。突然感觉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因为我的样子已经吓到了宝贝奶奶，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奶奶抓着我的手止不住的颤抖，究竟是谁让我的宝贝孙子受了这么大的委屈？眼里全是眼泪在流淌。我低下眼眸，回想今天的惨烈战斗，心中还是有些发怵。在擂台上，郑斗哲让我准备好，他会拿出半成的职业拳击手的样子来考验我。在他的心中，只要是上了擂台，那大家都是拳击手，只不过是实力等级不一样而已。只要我能在他的手里坚持3分钟，我就能顺利通过考核。在一旁的桌子上还有计时器，砰的一声，郑斗哲的双拳碰到了一起，开口说道，也让我见识见识你的毅力吧。倒计时开始，郑斗哲开始拿出了他的格斗架势。此时我死死盯着他的动作，也算是有模有样的学了起来。郑斗哲的眼眸一沉，虽然我的姿势不标准，但是他看到我的眼神并没有丝毫的畏惧。嗖的一声，他快速接近我的身体，心中想着打我一拳之后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淡定。砰的一拳打出，势大力沉，还在我做出反应，顺势双臂格挡。就在我以为挡住了郑斗哲的第1次攻击的时候，我脸色突然骤变，因为郑斗哲的攻击直接打穿了我的防御。哐的一声，我瞬间招架不住，心中想着这哪里是半成的实力，估计已经有他巅峰时候的2成实力了。至于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那是因为我的身体根本站不住地面，直接就被打飞了出去。噗呲一声，鲜血直接从鼻腔飙了出来，我的身体直接撞到了身后的铁门上。我眼神震惊，看来自己是来对地方了。这个郑斗哲果然是个很厉害的人。郑斗哲眼神一瞪，快点站起来，现在不过才过去了10秒钟而已。我站起身子后擦了擦鼻血，下一刻郑斗哲的2次攻击豁然降临。小子，你给我看好啊，这一拳会很帅。嗖的一声，只见郑斗哲的身影摇晃了一下，我的身体3处不同的地方受到了打击。可是令我震惊的是，刚才的那一拳根本没看到其他2拳挥拳的动作。我想着想着，突然发现郑斗哲停止了攻击，这让我一愣。可下一刻，一记狠狠的鞭腿朝我的小腿上飞来，我最后的支撑点顿时破防，身体无力的往下坠落。刚才的那一记鞭腿把我所有的力气打散，重重的摔在擂台上。郑斗哲对我疯狂嘲讽，你现在放弃的话还不算晚，不然以后这种挨打的日子天天都有。我此时根本听不见他的声音，只看见他的嘴巴在啊吧啊吧，不知道在说什么。嗖的一声，我直接站起了身子。现在距离3分钟才过去了20秒，这还远远的没有结束。郑斗哲也不废话，一记刺拳朝着我击打过来，紧接着是第2个刺拳朝我挥了过来，直接打穿了我的防御。郑斗哲的腰继续扭动，第3招上勾拳朝我打了上来。此时时间已经快要过去了1分钟，我心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的体力很快就会被消耗光，至少我也要扳回一点局势才行。嗡的一声，我突袭不意来了一拳，可是被郑斗哲下蹲躲了过去。这一击也让我暴露了我的空档，我瞪大眼睛，郑斗哲的拳头已经朝着我的下巴逼近。啪的一拳，郑斗哲的拳头重重的打中了我的下巴，我咳了一大口鲜血，就连意识都有一点模糊了。哐当一声，我的身体直挺挺的躺在了地面上。郑斗哲以为战斗结束了，这才刚刚过去了1分钟而已。他撇过头去，想着我坚持的时间也不算太短，不过这是因为怕我的身体承受不住打击，所以没用尽全力罢了。他背过身去，其实刚才的话只是借口，再找一个能接受我的借口而已。这次他下定决心，郑斗哲不可能把自尊心出卖给一个这种程度都承受不住的家伙。他准备离开了，因为我没能坚持到3分钟。啪嗒一声，我的手抓住铁网又站了起来，这让郑斗哲一惊。我让他不要想着就这么走了，我们的3分钟约定还没有结束。随后我的身体彻底的站了起来，眼中的眼泪虽然不停的往外冒，但是我的嘴角却是露着笑意。郑斗哲眼神向后一扫，吃惊我的毅力，也吃惊我对变强的渴望。我不停的大口喘着气，眼中透露着决绝。来吧，
让我们继续再打下去吧，有本事就把我打到不能爬起来为止。郑斗哲看着我那颤颤巍巍的身体，心中猜测我的狠劲或许不是嘴上说说的那样。随后郑斗哲继续摆好架势，刚才我根本没有用全力，现在开始我不会再手下留情了，你要是放弃可以大声的喊出来。新一轮的战斗开始，郑斗哲刷6拳率先出击，全部命中了我的身体。突然他的身体停下又没了动静，这让我猜想会不会是又跟刚才的状况一样。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思考，继续卸下了双臂的防御，将力量转移到了双腿的小腿上。我不可能被相同的套路骗第二次。然而我怎么也没想到，郑斗哲这个老家伙不讲武德，一记蓄力刺拳打在了我的腰子上，这让我的脸上戴上了痛苦面具。这一击的伤害完全能顶得上郑敏浩在我身体上打20拳。刚才被这一击打中，让我的胃里翻江倒海，只感觉到一阵的恶心。但是郑斗哲才不会管这些，时间还剩下1分30秒，如果我没能在15秒内站起来，他就当我这局结束了。这让我意识到，如果我不站起来，我就再也找不到郑斗哲这么好的老师了。可是我的身体根本不听我的指令，我的身体好不容易晃晃悠悠的半站起来，还没撑过2秒钟，我又哐当倒了下去。郑斗哲斜眼看了我一下，他的抱腰拳完全打中了我，这种痛苦光靠意志是忍不了的。我大吼一声站起来，我叫我自己快点站起来。金贤胜，你这个废物，快点站起来！你不是等这一刻等了很久吗？怎么可以在这最后1分钟退缩？我回想到以前那种痛苦的日子，真的不想再重蹈覆辙。只要自己能够报仇，就算下了地狱我也无所谓。正当郑斗哲准备摘下手套离开时，我的身体晃晃悠悠的站了起来。我嘿嘿一笑，眼中的眼泪止不住的流淌。你的拳头也就一般般吗？我说过，有本事就把我揍趴在地上，永远也站不起来。郑斗哲的心中也无比惊讶，刚才的那一击就连专业的运动员都无法承受。此刻，郑斗哲的脸上也开始惊恐，对，就是惊恐。眼前这个少年到底经历过怎样的绝望，才有这么强的意志？我让他不要唧唧歪歪的了，你再继续磨蹭的话，3分钟时间就要过去了。郑斗哲呆呆的看着我，如果我这样的人拥有了强大的实力，那么整个人生都有可能会毁掉。现在他又戴上了手套，他理解我的迫切变强，但是他不能让我像他一样后悔一辈子。所以郑斗哲的心中改变了之前的想法，他想要阻止我变强，他也不要那1个亿了，他只想让我像个普通人简简单单的活下去。嗖的一声，电光火石间，郑斗哲一个顺步就来到了我的身前，左手摆好架势，右手准备蓄力冲拳。所谓冲拳与刺拳不同，冲拳的杀伤力和爆发力是刺拳的3倍不止，但是在格斗中很少见到，因为一旦使用了冲拳，那么自身的空档也会暴露出来，这一般都是作为一拳 KO 时使用的。砰的一拳，郑斗哲的拳头直接无视防御打在了我的脸上，这一拳的威力让我感受到了比之前受到的伤害加在一起还要重，但是好在郑斗哲是打在我的头部，所以我的其他肢体也还能挺得住。郑斗哲心想，你小子还挺能撑，接下来他也要拿出点实力了。而在我的理念里，就只有挺住这2个字，就算我的鼻梁被打断了也无所谓。时间还剩下最后的50秒，咚的一声，我再次的被郑斗哲给击中。最后的12秒，只要我撑过去，他就必须要教我格斗。一想到这里，我甚至忘记了身上的疼痛，反而让我更加的兴奋起来。我不停的大口喘着气，已经开始幻想自己以后变强的日子了。郑斗哲的眼眸一凝，心中想着给我再来上最后一击，如果我们撑得住，那就按照先前答应的。咚的一声，郑斗哲再次使用了冲拳，这次是正规的冲拳，打出来的伤害直接提升了1个档次。哐当一声，我的身体砸在了身后的铁栏上。郑斗哲见到我的身体被铁栏借力还没有倒下，立刻再打1拳，这一次他是灌入了所有的力量，要直接把我给打趴。我甚至隐隐的感受到了恐怖的拳风，我死死的盯着郑斗哲的眼睛，身体已经没有力气再做出防御。哔的一声，3分钟倒计时结束，郑斗哲的身体猛然停下了，这个哔哔声真的是救了我一命。唰的一声，郑斗哲甩了一下拳头，然后摘下了手上的手套，说道：“你小子的毅力确实没得说。”然后自顾自的离开了，让我明天去医院做一个全方位的检查，还有别和别人告状是他打了我。随即转身让我跟他到办公室把1个亿转给他，但是我根本听不进去，因为我早在刚才的一击落下就已经快要失去了意识，现在能站在这里完全是因为我的意志在支撑着。时间线回到家中，我询问奶奶家里是不是有认购的存折，我让奶奶去参加明镜建设新楼盘的抽奖，说不定我们可以抽中。奶奶也听说了这件事，但是即使抽中了也买不起。我咧嘴一笑，那些都是不懂行的人才这么说的，而且我们家把看房子卖了也是能买得起的。其实我早就安排高昌范把奶奶的名字放到了中奖名单里了。在学校的天台上，申英明对着朴振宇一个劲的夸赞，这让朴振宇有着惶恐，不知道申英明在说什么。原来是申英明看到我脸上的伤，误以为是朴振宇把我给揍了，然后朴振宇也没有解释什么，心中想着你说我打了就是我打了的吧。申英明眼神一沉，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弟弟，等放学了我们一起去街边喝点。朴振宇很开心，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能和申英明一起喝酒那绝对是地位的象征。朴振宇抬手一指，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说。2个傻瓜看着都好傻。随后朴振宇为了搞清楚状况，特地过来看了看我，他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只觉得我应该是太张扬，然后在校外被人给揍了。朴振宇心想，我能被人揍成猪头，那么我肯定也厉害不到哪里去。最后下定决心，你要是来惹我的话，我就让你尝尝我的铁拳。一扭头让人吩咐下去，如果有人和金贤胜打打闹闹，他朴振宇第一个不放过。放学之后，我就来到了体育馆学习格斗、跳绳、跑步还有肌肉训练，每个训练都会让我体力耗竭，才训练了2个小时，我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虚了。如果想要打败已经训练好几年的申英明，那这种程度的训练必须脸不红气不喘的做到。还有申英明也不是我的最终目标，黄金圈的势力非常广，肯定还会有比申英明更强大的人出现。郑斗哲有些吃惊，这种高负荷的训练我竟然坚持下来了，我的毅力也让郑斗哲钦佩。虽然是训练了2个小时，但是在郑斗哲的训练下，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地狱一样。郑斗哲打算给我换个训练法，他突然开口说道，自从被赶下格斗舞台后，他就一直在潜心研究格斗，因为他想让自己的学生能够成功，所以郑斗哲决定从现在开始对我使用特殊训练法。所以我只要能跟上郑斗哲的步伐，那我以后就能拥有破坏性的实力，所有和我作对的人都会跪在我的脚下。1个礼拜后，我坐在座位上复习资料，突然一只大手拍在了我的桌子上，原来是我多年的好友找到了我，一见到我就对我破口大骂，他就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也是现在同年级的金石宇。我有些惊讶地看着他，我重生回来之后一次也没有联系他。金石宇挠了挠头，虽然我被全校同学孤立了，但是他不想和别人一样孤立我。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平白无故的怎么会被孤立？金石宇一脸错愕，原来我还不知道自己被全校孤立了。随后金石宇解释，朴振宇向每个年级的人放话，不可以和你说话，如果谁要是有一点点向我展示友好的话，那么那个人就会被干掉。随后他郑重和我说，即使会被他们干掉，自己也会坚定地站在我这边。上一世我被朴明哲欺负了之后，金石宇是第一个为我出头的。之后朴明哲团队转移目标盯上了金石宇，他的腿还被朴明哲那伙人给打断了，但是金石宇从来没有后悔帮我，只是恨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保护我。一想到这里，我直接握住了金石宇的手，让他不要装作跟我很熟，你就和其他学生一样孤立我就行了，不要多管闲事。金石宇一愣，他怎么可能不管自己的好兄弟？其实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好，我不想让他再受到前世一样的遭遇。上课铃声突然响起，金石宇起身离开，他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绝对不让我让一个人面对接下来的危险。上课时我想着黄金圈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伤害，但是金石宇如果掺和进来，肯定是对他没有好处的，所以除了家人之外的所有关系我要全部的断掉，不能把别人也拉进深渊。我现在想着等下课金石宇来了就和他讲清楚这里面的危险，可是下课铃响了很长了也不见到金石宇的身影。随后我就听说金石宇完蛋了，他们看到朴振宇把金石宇拉到厕所去了，估计很难完好走出来，这让我一愣。我说怎么没等到金石宇来找我，原来被人被截胡了。嗖的一声，我直接转身离开。朴振宇这个家伙就是在找死。在厕所内，金石宇被申英明和朴振宇几人给围住了。朴振宇青筋暴露，我们说的话你没听见吗？还是嫌弃自己的命太长了要找死？金石宇没有害怕，他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伙人欺负金贤胜，但是他知道自己是他的好兄弟。突然金石宇一改和善，老子就是金贤胜的好兄弟，你们要是想对他动手我就废了你们。朴振宇眼神一瞪，刚想说话，自己的眼前就出现了一道残影，啪的一声，金石宇一腿踢在了朴振宇的下巴上。金石宇那个瘦弱身体竟然能把体重200斤的朴振宇给踢飞，这一脚下去把几人的脸给丢没了。随后3个人形成包围之势，准备朝我进攻。黑衣服少年率先进攻，从我的背后冲了上来。金石宇眼神向后一扫，啪的一声，撂蹶子一甩踢在了男人的脖子上。另外一个人嗷的一嗓子死死盯住金石宇。金石宇抬手一挡，可是身后的黑子男又冲了上来，一拳狠狠地打在金石宇的脸颊上。金石宇心中充满怒意，这股怒意是来自金贤胜，自己的好兄弟竟然把自己扔在局外孤身入局，这怎么能让他不生气呢？一拳挥出，那人招架不住，直接被金石宇打飞。随后对着众人开口道：“一群渣渣，有本事就一起上！”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一脚踢得向后退了10多米，正好撞在了刚要上前的朴振宇身前。朴振宇一脸戏谑：“你小子听说过跆拳道吗？”话音刚落，朴振宇一记上勾拳就揍了出去。朴振宇大手一甩：“别以为你小子学过一段拳击就觉得自己很厉害！”重重的一推，金石宇被推在了马桶上。紧接着就是朴振宇的重拳出击，几人疯狂嘲笑金石宇。今天开始就是金贤胜和金石宇的噩梦开始。咚的一声，朴振宇重重的一拳打在金石宇的耳朵上，差点就让他耳膜穿孔。这时我才姗姗来迟，一脚踹开了厕所的大门。朴振宇面色狰狞，眼睛看着我的方向。当我看到金石宇的惨状，我已经气得止不住的颤抖。朴振宇拍着金石宇的头嘲讽道：“我当是谁呢？你应该好好谢谢的你兄弟，要不然现在被打的就是你了。我知道以我现在的实力还不是朴振宇的对手，所以我打算先激怒他。我现在非常的不满，大家都说我1个礼拜前被你揍了，我听完很伤自尊心。你这个肥猪就只有一堆肥肉，说我被你打了，我感觉很丢人。”朴振宇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恨不得现在就要撕烂我的嘴。我必须继续激怒他的自尊心，让他给我来一个单挑的机会。现场的其他人开始嘲讽：“你这个家伙，你会像金石宇一样被我们给打残？”朴振宇吼一声：“所有人都不可以插手，这个小子由我来解决。”说着我就开始摆好架势，迎接朴振宇的第一轮攻击。快要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快准很迅速的在他面门上打了一拳。我眼球下移，原来你只是靠着体格当上的老大，实战能力没想到这么差。这话把朴振宇气得快要吐血，他是最受不了这人这样羞辱的。一时恼火的他瞬间冲了上来，而我也已经做好了格斗架势，一拳挥出快如闪电，打得朴振宇猝不及防。右拳挥出后，左拳接踵而至。像朴振宇这样的体型，我在郑斗哲那里已经学到了一些应对之法。
我趁他还没反应过来，我紧接着一拳打在了他的胸口上。朴振宇气得破口大骂：“今天一定要把我给干掉！”他的话刚说完，我又是一拳击中了他的下巴。他越是愤怒，我的胜算就越大。朴振宇身体倾斜，我一脚直落而下踢在了他的肚子上。我今天就是要把他们打趴，让他们再也站不起来。我的疯狂动作让观战的两人吓傻了，他们都以为我疯掉了。如果我再照着这个势头打下去，朴振宇真的可能会被我给打死。下一刻，朴振宇真的被我打服了，他知道自己错了，让我不要再打他了。我一把抓住朴振宇的衣领子，让他回答我之前是他动手打我的吗？我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清楚，我要彻底把他的自尊心给磨灭了。见到朴振宇还不说话，我脸色一变，你小子是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吗？现在的朴振宇全身抖动的不停，终于当着大家的面说出了实情。朴振宇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了申英明的身上，还有你的伤不是我打的。随后他越说越来劲，请我放过他，如果不是申英明叫我对付你，我根本不会来找你的麻烦。我听他一口气把所有的话说完，我就松开了他。我对着身旁的两人说道：“如果你们再敢对金诗雨出手的话！”嗖的一声，我一脚踢在了朴振宇的下巴处，为的就是杀鸡儆猴。几个人看到朴振宇的惨状，也是瑟瑟发抖。随后我的眼神怒目圆睁，如果让我发现你们找金诗雨的麻烦，那么我会亲自找上门干掉你们。医务室内，金诗雨嘿嘿的笑着，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丢下我不管的，你应该是听到我被朴振宇拉走了，所以立马赶了过来的吧？我让他不要自作多情，我只是刚好路过那里，我劝他不要掺和我的事情。金诗雨根本就不信我的话，还说以后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场景，他依旧会义无反顾的陷在我身后帮我。他的话让我心中一颤，我直接甩开了他的手，因为他根本不明白申英明身后的背景还有势力。金诗雨脸色凝重，看到我反常的一幕，让他的心中也感觉到了整件事情的不简单。我把心态放平缓了许多，其实这个事情的背后联合着的是更大的校霸势力，而我的目标就是把他们的校霸势力全部一网打尽，哪怕让我自己粉身碎骨也无所谓。金诗雨还想插嘴，我直接起身打断了他。如果你还把我当朋友，你就不要插手这里面的事情，不然我们的情谊那就到此为止了。我的一番话让金诗雨无地自容，因为我说他连朴振宇这种货色都打不过，更不要说和申英明对打了。我离开医护室前说道：“以后的事情我不允许你插手，因为这个后果不是你能够承担得起的。”我离开之后，金诗雨冷静地思考了一下，随后他也发现我说的很对，他自己连朴振宇那种货色都打不赢，跟着我只会拖累我。当我走出医护室的那一刻，我只感觉身心疲惫。对于金诗雨，我只想说一直以来谢谢他了。另一边，申英明看着手机里的余额大幅度增长，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这个钱应该怎么花。他只是欺负了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就赚了数千万韩国元，这也让他想把业务做得更广泛一些。而我的脚步在不断地走向申英明的班级，在走廊上引起一阵的骚动。我站在门外都已经听见申英明的小心思了。哐当一声，申英明听见踹门的声音，这让他的心里非常大的不爽。随后一扭头就看到了我站在那里，就是你金贤胜踹的门吗？我没接他的话，而是直接破口大骂，叫申英明的是哪个小崽子，给我站出来！申英明一听有人在骂他，气得他噌楞一声就站了起来。突然申英明的眼睛瞪大，因为我的38码鞋的大脚已经朝他踩了过来。你这个混蛋今天死定了！砰的一声踩在他的身上，申英明反应快，双臂格挡住了。我已经摆好拳击架势，可是申英明一脸懵，他根本不认识我是谁。虽然我们双方在作对，可是谁也没见过对方的真面目。我懒得跟他废话，一拳就朝着他挥过来。我在3秒钟之内直接在他身上打了4、5拳，可申英明还在问我到底是谁，一上来就开打。申英明看着我的攻击，知道我学过点格斗，但是拳头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还发现我的招式很固定。我一个闪身下压做了一个摇摆的动作，吭哧一声重重的打在了申英明的肚子上，他被我这一拳头直接打得口吐鲜血，青筋暴雨。我拳头一挥，你不是问我是谁吗？我就是你一直在找的金贤胜。得知我就是金贤胜，申英明咧嘴一笑，没想到你这么不好对付。下一刻，一个凳子朝着申英明飞了过来，我快速迈步，在空中接过凳子，狠狠地在申英明的头上一砸，直接在他的头上来了瓢。这种不要命的打法，申英明也是第一次见到。我一把扔掉手上的凳子，准备直接开大招来一个疯狂的举动。如果我在气势上输了，那么肯定坚持不见多久。随后我嗷的一嗓子挥着拳头就要打上去，可没想到我的一拳竟然直接被申英明给挡住了。不愧是练过里面拳击的人，申英明的拳头已经蓄力在即。金贤胜，你今天就别想着活着出去了。我眼神一沉，想看穿申英明的攻击。从他进攻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想正面攻击我。咚的一拳，他的拳头直击我的腹部，没想到他竟然出其不意来了的假动作。这一击虽然很疼，但是我还能顶着住。这比起郑斗哲的拳头差太多了。申英明的拳头不断的在我脸上攻击，我只能被动的防御他的拳头。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并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我还是想通过这次来证明自己，哪怕自己下地狱也无所谓。哒的一声，我趁机抱住了申英明的大腿，就是趁现在轮到我反击的时候。申英明眼神一瞪，他已经猜到了我想要干嘛了。只见我一把抱住了他的大腿，直接将他的身体给抱了起来。哐当一声，教室的窗户应声而碎。申英明的身体不断的颤抖，大骂我是个疯子。我的身体压在申英明的身上，而他的双手死死抓住两旁的窗户作为支撑。申英明有点怕了，他只是想在学校赚点钱而已，但是自己并不想把小命给搭上。突然班级内有人大喊一声，快把1年级的那个小鬼给拉开。片刻之后，我吼着让几人放开我的手，我要把申英明给打趴下。我面色狰狞，让他给我等着。这件事情根本没完，在他对金诗雨动
动手的那一刻，两人之间的梁子就结死了。总会有一个人会下地狱。申英明被我的话吓得不轻，他感觉我真的会说到做到。我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你就好好期待吧。我一有时间就会把椅子插在你的后脑勺上。随后众人把我的身体使劲地向后拉着。手下这时过来询问申英明怎么样。申英明淡淡开口：“你在说什么鬼话？你没看到金贤胜那个家伙被我揍得很惨吗？”这话让那人一愣，他自然是看到了我被申英明揍的场景，可同时他也目睹了申英明那惨不忍睹的后背。这是男人重生归来后打响号角的第一战，而最先承受男人怒火的就是学校里的老大。除此之外，黄金圈的势力开始浮出水面。黄金圈想要动用中层的力量明处干掉金贤胜，岱山霸主高昌范暗中出手镇压一切麻烦。校长、老师还有叔叔三大势力力保金贤胜，可谓是黑白两道都在为他护岛。此刻，金贤胜在被申英明揍了之后，申英明立刻就遭到了老师的传话。老师浅声开口威胁：“你小子算是哪根葱，竟然也敢动金贤胜？”早在3分钟前，老师还在想着要怎么摆平郑敏浩事件的余波。老师挠头苦想，也找不到好的方法帮我解决。最主要的是怕校长那边死咬着不放。可是当他来到校长办公室的时候，彻底傻眼了，因为校长明确说了不追究我的任何责任，其原因就是因为高昌范要给天日学校款资一切设施费用，他答应校长将来成为明镜建设后还会扩大学校的规模。老师震惊，不搞不懂一个学校对高昌范能有什么样的价值，值得他花费这么多投资？吴大焕点头，高昌范投资这么多自然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不是企业形象，也不是岱山的地位。校长眼睛一眯，开口说道：“高昌范的唯一要求就是金贤胜在学校里不管闹出多大的事情都要帮他摆平下去，所以这一次和申英明对打，他们会完全撇开我的责任。还有这次拉拢不会少了老师的好处，学校方面会提供很多奖励给老师。还有一点，明镜集团新开发的楼盘即将开盘，高昌范已经给老师们偷偷留下了3套大房子，最近的房价可是上涨不断，让老师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老师坏坏一笑：“放心吧，校长，我一定会好好的替学校办事的，有我在就没人能欺负金贤胜。”校长仰天一笑：“我们只要照顾好金贤胜的人，那么学校迟早成为名牌大学。”老师心中别提有得意了，就那3套房子就让他这辈子望尘莫及，可现在他唾手可得。随后双手猛地一拍桌子表忠心，以后老师就认校长做大哥了，让他往东绝不往西。校长吴大焕也是开心不已，没想到自己竟然还认了个弟弟。此刻2个小狗正式成为金贤胜的贤内助。校长说道：“只要高昌范成为明镜建设的掌舵人，那么他们就能紧紧地抓住他的大腿。如果事情真的到那个地步，弟弟就是这所学校的最大功臣。”突然办公室的大门被人给撞开了，开口说到：“金贤胜被申英明给揍了一顿。”这话让老师和校长震惊，刚想着为金贤胜铺路，就发生了这事，气得2个老家伙噌楞一声站了起来。他申英明哪来的胆子敢对金贤胜动手？看我不活剐了他！不一会儿，申英明就被传唤到了办公室，一到这里就说自己是被冤枉的。他的心中非常不服气，凭什么2个人都动手了，就只有自己才是施暴者一方？校长吴大焕插嘴打断：“你身为业余的拳击爱好者，金贤胜哪里能受得了你的粗暴一拳？”老师厉声呵斥：“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平时就喜欢欺负一些老实的同学。”校长突然开口，让老师注意说话方式，要是别人知道你见之不管，会被人说闲话的。申英明有些头大，他也是被冤枉的，他还差点被我给推下去。如果老师不信他还有证人，老师一把按住了他的肩膀。证人这个东西到处都是，问题就是证人所说的证词可不可信呢？老师低声嘲讽：“金贤胜是模范生，他和你这个混混想比你猜，同学们会信谁的话？”申英明再也忍不住了，大骂老师：“这就是明摆着欺负人！”老师一把抓住申英明的衣领：“你小子有本事再骂一遍，你这个目无尊长的东西！”老师死死地盯着申英明：“你最好老老实实的承认错误，不然一直是这个态度的话，小心会得到更重的处罚。”随后老师一把按下了申英明，这让他心中觉得这种感觉既熟悉又陌生。他随后看了一眼吴大焕，申英明中午知道自己再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了，因为这2个人渣早就已经被金贤胜收买。想到这里，他恨得咬牙切齿，早知道会是这样，打死他都不会对金贤胜出手的。随后2手一扣，低头承认了错误，让老师和校长对他从轻处分。等离开了校长办公室，他大骂这金英哲是个混蛋，现在他敢明目张胆地保护金贤胜了。他现在想了想，很快就要毕业了，如果自己因为这件事情被开除了，那这辈子都完了。随后打电话联系外面的人，申英明这也是迫不得已，在一辆马宝车内，一个人拿着金贤胜的资料左看右看，明镜建设的插入让他觉得这件事情有些棘手。没想到一个普通学生竟然有这么多人在维护他。咕噜一声喝了一口茶，外援失败的责任都需要他这个中间人来负责，可黄金圈的铁律就是绝对不容忍任何的失败，所以只能由他亲自出马来会这个金贤胜了。此人就是黄金圈中层势力姜太巨，在 S 市以外的地区黄金圈中介的负责人。第2天，姜太巨就来到了办公室，他自称是申英明的叔叔，听说侄子在学校遭受了不公平对待，所以请校长能给他一个解释。在他的心中，像校长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让自己承担风险的。吴大焕冷静回复：“他怎么可能受到不公平对待？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在学校里发生过。”姜太巨直接说：“前段时间郑敏浩事件，这件事情一共有4名学生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而且4个人都被学校给开除了，这又怎么做解释呢？”姜太巨越说越来劲，威胁校长立刻对金贤胜发起制裁，否则就不要怪他动手用其他手段来压迫吴大焕了。姜太巨神情一变，希望校
校长大人不要自误，如果是我出手的话，校长大人可能连抵挡的机会都没有了。吴大焕眼神一眯，冷漠回忆：江先生真是幽默呀。这里是岱山，岱山自然有岱山的规矩，如果你想出手的话，请你自便。吴大焕双手一摊，死猪就是不怕开水烫的德行，有本事的话，你可以去和叔叔们联系，我们校方绝对会鼎力配合。姜太巨气得咬牙切齿，按照道理来说，一个学校的校长而已，不可能会这么的硬气才对，这背后肯定有他不知道的原因。吴大焕听到姜太巨的威胁，这不由得让他脸上一笑。吴大焕气场全开，霸气回忆：我懂江先生的意思，但是在岱山，江先生的威胁根本一点用没有。老实和你说吧，金贤胜这个学生我保定了，我不觉得江先生能有什么办法制裁我的学生。10分钟后，姜太巨拿校长没辙，只能去叔叔的所里。叔叔一听是来找金贤胜麻烦的，直接说到金贤胜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是出了名的好学生，怎么可能会打架？随后一指姜太巨，大骂他是个混蛋，这么揪着一个学生不放，是想把他的人生给毁掉吧？此时的姜太巨已经快要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了，一个个的全部都在为金贤胜撑腰。砰的一声，直接对叔叔破口大骂，就是因为有他们这样办事的人，才会让社会有这么多的不公。紧接着姜太巨开口威胁，命令的口吻让叔叔必须把金贤胜抓起来，否则就将他们曝光。你可听说过网络的力量？叔叔直接开口，别太过分了，这里可是岱山，岱山就会有岱山的规矩。如果是姜太巨所在的 S 市的话，可能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可惜这里是岱山。随后一指姜太巨，岱山的高层是可以控制整个舆论的大小头条，像这种小打小闹在岱山根本就不会出现在网络上。这话可把姜太巨给雷到了，他是真不知道岱山高层还有这种的手段，就连他这个内心肮脏的家伙都觉得岱山比他更肮脏。随后他开始打电话抱怨，三方势力没有一个姜太巨能搞得定的，高昌范更是他不敢惹的人物。学校校长吴大焕根本就无视了他的威胁，就连署里的叔叔都和他们串通一气，他的方法在岱山根本没有施展的空间，而让他们如此团结的一致对外，肯定有些重大利益在牵线，这就是地区内部相互维护的不变真理。一旦有一方跌倒，那么其他两方同样爬不起来。而我这个时候得知黄金圈出手准备对付我，也很开心，只要是在岱山，那么我就立于不败之地。我开始着手复仇的步骤，今天晚上就是小白毛申英明的地狱之夜。此刻姜太巨面对三方势力的联合，根本拿我没办法。可如果姜太巨没有完成黄金圈下达的任务，那么他的下场就是个死字。想到这里，他立刻联系申英明撇清关系。姜太巨有点着急了，警告申英明不要把黄金圈当作儿戏，如果事情没办成，那就要用生命承受代价。申英明一听顿时傻眼，他只是个小混混而已，不想因为一点钱就把性命给搭上。这时姜太巨才给出办法，其实只要你去干扰金贤胜成绩就行了，犯不着和他动手，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让金贤胜的成绩降下来。这让申英明有些气愤，明明是收下了钱，可现在却把所有责任推到了他这里。如果自己任务失败了，那么他和申英明都会死翘翘，这就是为黄金圈做事的代价。就在申英明对着姜太巨破口大骂的时候，他的后脑勺突然遭受到了重击，我的身影出现在了身后。我早就对他说过要注意背后，刚说没几天的话就给忘记了，气得申英明朝着我打了过来。我开口说，你接的那份订单应该比你的人生更重要的吧？听到这话，申英明立刻收手，疑惑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我嘿嘿一笑，高明镜是我的监护人，所以我知道这件事自然很简单，我可以动用明镜建设的力量来对他报复，不用我出手都能让他在岱山生存不下去。听到这话，申英明彻底的害怕了，不过我没打算放过他，就算他离开了岱山，我也会疯狂的报复。听到这话，申英明彻底傻眼了，求我能不能放过他？此时我就像一个上位者一样，谁要是敢动我，我就让谁毁灭。随后我死死地抓住他的衣领子，如果你想在岱山活下去，那就要学学曾经被你欺负过的人的样子。我重重的一拳打在了申英明的耳朵上，这是他的要害之一，严重的可能会导致聋掉。在这个夜晚，我疯狂地报复申英明，成为了他的噩梦。第二天，申英明头上包着绷带，其实他只要想动手就可以把我踩在脚下，可现在最重要的是我的背后有高明镜这个长子现在我背后撑腰。现在的申英明非常的头上，上面还有一个黄金圈在压着他，如果任务失败，他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到那个时候，自己还不如被开除呢。哐的一声，他一头撞在了桌子上面。另一边，我已经完全读懂了申英明的想法，他们就是想让我的成绩下降，不会再对我动手的。但是等到中考结束后，情况就会发生改变，我会主动找上他们的麻烦，等他们的牵连到了爆发的时候，我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如果计划顺利的话，就没人敢在天日动我一根毫毛。傍晚的时候，我来到了体育馆内，我一拳挥打而出，不停地击打这教练的护手上。我在这一刻想的就是自己的命运要自己改写，绝不能让别人决断我的生死。教练看我这么拼命的训练也来了兴致，唰的一拳朝着我的头上挥了过来。嗖嗖几声，我变换方向快速的冲了上去，咚的一拳我重重的打在了他的腹部上，这让教练有些意外，但是我那一拳直接被教练挡了下来。今天的练习就到此结束了，随后我就告别的教练。可在教练心中，我确实有做拳击手的才能，如果不是和我有着交易的话，他可能就要建议我成为拳击手了。我训练完之后感觉整个身体都绵软无力，我觉得教练说的很对，训练过程中也是要适当的休息一下。就在我转头和教练
练告别的时候，有一道身影正好进入了体育馆内，没想到来人竟然是我的好朋友金时雨。昔日的两个无话不谈的两个好友，如今却要在擂台之上拳脚相向。可他们并不是夹杂着仇恨，而是更深的兄弟情。金贤胜为了不让金时雨掺和黄金圈的势力，只能重拳出击将金时雨打败在这里。可他终究还是低估了金时雨的决心。就在几天之前，金时雨心中产生了疑惑，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变了一个人似的。我之前对他说过，我的目标是赌上一切将所有校霸一网打尽，这让金时雨心中产生了很重的自责感。他明明有很多的时间和机会了解我，可偏偏就是没有早点发现。就在这时，房门唰的一下被拉开，他的好朋友匆忙的告诉他我去找申英明挑战去了。金时雨震惊，自己刚被申英明的手下揍了，而现在我就去找申英明算账，那么结果就不言而喻了。我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告诉所有人，谁敢动我身边的人，就是站在我的对立面。金时雨浑身都充斥着不甘心，只恨自己太懦弱。金时雨来到窗边，下定决心，他都做到了这一步了，他又怎么可能放弃我？所以他才一路跟踪我来到了体育馆。我愤怒地望着教练，难不成金时雨就是你说的管理新人吗？得到明确回答后，我让教练不要收他，我会出他的3倍教学费作为补偿。教练呵呵一笑，他大概是猜出来怎么回事了，正好能让我的身边多个朋友少闯点祸。教练直接无视了我的话，搂着金时雨去办公室里详谈。可教练怎么也没想到，金时雨的惹祸程度完全不在我之下。果然，金时雨直接开门见山地说，我来这里学格斗完全是为了帮助金贤胜清理校霸。教练暗骂一声，本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能牵制金贤胜暴脾气的人，谁知道又来了一尊麻烦过来。教练抬头叹息一声，他就不明白了，你们两个姓金的怎么就那么喜欢打架呢？面对这个问题，金时雨直接撕开伤口，这些都是在反抗校霸的时候被打伤的。现在的学校远远超出了大人们的想象，如果那次在卫生间里金贤胜没有帮我，那我可能已经躺在了停尸间内了。所以金时雨恳求教练收了他，他相信金贤胜选择在这里学格斗一定有他的道理。此刻教练觉得当下很忧郁，真是嫌弃麻烦不够多，还多找了一个麻烦。金时雨颤巍巍地递出了所有的学费，如果不够他会在后面补齐的。砰的一声，教练猛地一捶桌子，你们这些小年轻为什么就不能收敛一点呢？教练发声质问，你们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们这么的不计后果做事？金时雨眉毛一挑，这些教练就没必要知道了，就算你不帮我，我也会和金贤胜一起面对的。教练暗骂一声该死，这两个人的处境实在太糟糕了，就连最好的朋友都被卷入了暴力事件，即使自己苦口婆心他们也不会听的。最后教练叹了一口气，明天同意金时雨来体育馆报道，可如果跟不上训练的话就得滚蛋了。听到这里，金时雨高兴坏了，这下他就拥有了对抗暴力的力量。吱呀一声，金时雨开门走出了办公室，不等他反应过来，一双拳套飞到了他的手中。我沉声说道，即便是馆长答应了你加入，但是我也不会同意的，除非金时雨能够证明即使在地狱也有着拼命爬上来的意志。金时雨眼神一冷，金贤胜这个小子是想要考验我呀。片刻之后，我戴上手套，准备和金时雨战上一场。咚的一声，我警告金时雨，你把人生赌在这种事上，最后还什么也留不住，真的值得吗？金时雨微微一笑，嘴中淡淡的吐出值得2个字。随后我们的拳头相对，做了个格斗里。砰的一声，我率先动了，我必须要在这次格斗中全面的碾压他，让他从此切断和我之间的联系。突然我的眼旁扫过了一旁的白光，咚的一声，金时雨右脚撂蹶子以极其刁钻的角度打中了我，这让我不由得对这场格斗认真了起来。我差点忘记了，金时雨曾经也是顶流的运动员备选。现在格斗正式开始，金时雨不断的左右腿交换踢，在他小腿落下的瞬间，我瞅准时间一拳挥向他的面门，但是没想到他撂蹶子再次当下了我的攻击，我按到扎实的不赖，看来我要认真了。我眼神一寒，仅凭借这点实力还是不够打败我。突然金时雨没有任何预兆的倒在了擂台上，我贴近他的脸庞说道，难道你不知道在综合格斗当中有一种训练叫做抓住踢腿吗？而且对摔倒的选手也是可以继续攻击的。我右拳重重的打在了金时雨的脸颊上，我让他赶紧认输。见他没做回应，我连续不断的攻击他的帅脸。金时雨被我这连番攻击打得找不到南北，只能被动的防御要害。金时雨眼神一瞪，他是绝对不会放弃我的。在我愣神的时候，他拳挥出却被我及时闪躲。我暗吸一下给了他一拳，真是不知好歹，让你认输你就快点认输，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只要你求我，我就不会再打你了，你倒是快点求我呀。听到这话，金时雨突然笑了起来，如果你金贤胜还把我金时雨当成朋友的话，那就不要阻止我成为你的左膀右臂。我听到这话后也终于明白，金时雨是下定决心要和我一起面对了。我靠在身后的铁栏上掩面哭泣，这个疯子根本就不知道后面的危险究竟有多大。我问他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作为朋友你做的已经够好的了。而金时雨给出的回答让我意想不到，小时候他被人欺负，没有人敢来帮助他，那时候只有我站了出来，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我叹息一声，仅仅为了这个你就敢拼上自己的后半生，你这样做真的值得吗？就在我劝导金时雨快点放弃的时候，教练从身后走了进来。莱西，你们两个有没有放弃打架跟我当运动员的想法？如果有，我会赌上一切让你们站在 UFL 舞台的巅峰。教练看出来我们两个很有天赋，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被人给欺负了。教练身为 UFL 选手见过很多苗子，但是金时雨拥有爆发式的撂蹶子技术，天生就会完美掌握距离感，他这个年龄段绝对是顶尖的存在。而金贤胜却恰恰相反，他在脑力方面极有天赋，极其敏锐的反应不会错过对方的任何漏洞。正是这一点让教
教练判断出金世宇的天赋绝对能让他成为专业的选手，而以金贤胜的实力绝对有机会登上舞台的巅峰。正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出众，教练才没忍住让他们学拳击。教练继续的劝导我，让我直接退学，从牢笼中拜托出来接受专业的训练。虽然教练被 UFL 禁赛了，但是他还是和许多选手保持联系，让我登上巅峰绝对不是随便说说的那么简单。我直接打断了教练，我说对拳击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也不喜欢打架，只是我有着必须要完成的目标。然后我眼神一瞪，如果我完成不了，我还不如不要这条命了。我拍了拍教练，让教练考虑清楚，这件事不取决于我，而是要看教练怎么选择了。如果我们之间的想法不同，那么就取消交易，各走各的路。但是请教练不要妨碍我复仇。在我走出体育馆的时候，金世宇跟在后面追上了我。现在的我已经完全不反对金世宇跟我一起面对，但是他得答应我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每天跟我一起训练，跟不上我的步伐那就滚蛋。第二点就是金世宇绝对不能掺和超出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我见他不说话，扭头看向他，如果你这点做不到，那么请你滚蛋。金世宇有点尴尬，这2点他自然能够接受，只是和他一开始抱着必死的初心不同，有点违背了初衷。我见他答应了，我就准备回去了。临走前还说明镜建设每个月都会给他补助，让他到时候不要拒绝。正好我可以利用这一点来解决金世宇当下的经济情况。回到家后，弟弟亲切的和我打了声招呼。弟弟非常的懂事，他很喜欢看球赛，但是一次都没要求我买电视。我让他一会把奶奶接回来吃饭，我就先在厨房里做菜了。为了保护弟弟、奶奶还有金世宇，我一定要把申英明还有背后黄金圈的势力通通铲除。没过一会，我收到了郑斗哲的道歉信息，他不该把想法加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约定继续合作吧。在那之后的几周里，学校迎来了本年度第2学期的期中考试。期中考试是在社会上没有取得认可的学生为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接受学校评价的制度。如果我在这次没有取得好的成绩，那么复仇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我需要一直保持住第1名，让黄金圈对我出手，这样我才能面对面的和他们对斗。监考老师看了一下手表，现在考试正式开始，舞弊者将会被开除。这一刻，我真正的复仇才真正开始。想起前世偶然听到同学们的讨论，那就是以前有一部剧的主角因为学历不好，人生非常失败，可是因为偶然重生了，回到了学校，成为了全校第一。他们觉得剧情有 bug， 因为潜意识脑袋不聪明的人即使重生也不可能考全校第一，所以他们得出结论，只有异于常人的智商在重生后才会发出超级棒的逆转。我在上一世就是个顶级学霸，而且上一世的所有知识点我全部都记得，考试对我来说轻而易举。考试结束之后，同学们都在对着答案，这时候1年级一班的吴慧智来到了我的面前，我让她快点滚，不要烦我，我不想和她对答案。这个女的我有印象，在第1学期的时候向我告白过，被拒绝了。吴慧智微微一笑，没在意我的话，你把卷子给我，我自己对。可是对着对着，她就发现了不对劲，她惊讶地看着我的试卷，竟然所有的科目全部都拿到了满分。第2天我把老师叫到天台，说自己有话和她说。老师拍着胸脯表示，有什么忙尽管说，自己一定会做到的。然后我就直接切入，问他听说过黄金圈的势力吗？当我看到老师的表情后，我就明白，以他的地位明显够不着黄金圈的势力。我紧紧盯着老师的眼睛，接下来我会把黄金圈的势力讲给他听，我会给老师3天的时间用来消化。